大家好，我是安明，欢迎走进今天的颐养晚年。大家有没有仔细算过一笔账？每个月交电视费的时候，您是不是跟交水电费一样，到点就老实交钱，从来没多想？但今天安明要跟您聊个可能会让您心里咯噔一下的话题。您每个月还在缴的这500块钱，您知道吗？您家隔壁的老邻居可能早就不用掏这个钱了，而且看得比您还清楚，频道还多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看电视还能不花钱？这不是天上掉馅饼，而是一场关于信息、关于权益的无声较量。您有没有发现，这2年什么都涨，唯独咱们的退休金涨得永远赶不上花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有一种方法能让您每个月省下这500块，1年就是6000，10年就是6万。对于咱们省吃俭用惯了的老人家来说，这笔钱能干多少事？给孙子包红包，跟老伴出去旅游，甚至关键时刻帮家里应个急。所以今天就要把这个内行人才知道的隐藏方案给您彻底讲清楚，让您看完这期也变成那个让邻居羡慕的懂行人。在开始这个话题前，如果您觉得说的在理，请您伸出发财的贵手。如果您试的一次看我们的视频，请伸出手指，点一下那个写着订阅的红色按钮，关注颐养晚年频道，再顺手点亮旁边的小铃铛。因为今天讲怎么省钱，明天我可能就要讲怎么防止养老金被人惦记。您要是没关注，这些跟您钱袋子相关的大事，可能就这么错过了。好了，咱们闲言少叙，咱们先来说说，为什么您会觉得每个月交这几百块钱是天经地义的？我给大家形容一个场景，您看看是不是这样？家里的电视开着，虽然很多时候它就是在那响着，咱们可能是在厨房做饭，或者在客厅摘菜，偶尔瞟一眼。但要是哪天这电视突然没了信号，屏幕上出现一个雪花点或者一个提示框，您是不是瞬间就觉得家里空落落的，好像少了点什么？这就是咱们的习惯。这个习惯从几十年前，谁家门口要是数根天线，那是让人羡慕的事，一直延续到了今天。所以当第4台的收费员或者银行自动扣款的通知一来，咱们想都不想就交了。但是时代变了，朋友们，现在的科技发展早就不是咱们当年那个只有1根天线、3个频道的时代了。那些咱们看着长大的年轻人，他们早就已经不这么看电视了。他们不仅看得爽，花的钱还少，甚至不花钱。您可能会说，你净瞎说，那不花钱，人家公司喝西北风去啊。别急，这就是今天要带您撕开的这层伪装。所谓的隐藏零元方案，它不是骗人的，也不是违法的，它是真真实实存在的。只是咱们的信息渠道太窄，那些卖第4台的公司，他们不会拿着大喇叭到您家门口喊，大家别交钱了，有免费的。他们巴不得您永远不知道，就这么月月交，年年交，一直交下去。那么这个零元方案到底藏在哪里呢？它的核心就藏在一个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词里，互联网。您别一听这个词就头疼，觉得那是年轻人玩的东西，咱们学不会。跟您打个比方，您就明白了。咱们以前的电视就像一口井，您得自己提着水桶去打水，而且这口井还每个月收您打水的钱。而现在的互联网电视呢，它就像把家里的水龙头接到了大江大河里，只要您拧开开关，水就哗哗的流，想喝多少喝多少，想看什么看什么。这个水龙头本身安装一次可能要花点钱，但后面的水费很多是免费的，或者是极低的。咱们频道里有一位老朋友，就是一位忠实观众，也是我的良师益友，咱们就叫他老王吧。老王以前就是典型的传统的4台用户，每个月500多块，雷打不动。他儿子孝顺，给他换了智能手机，教他用微信，但他就是不敢碰电视这块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家里的线路出问题，维修师傅说要等好几天，他实在无聊，就让女婿过来看看能不能想办法。他女婿鼓捣了一会，给他接上了一个小小的机顶盒，告诉他怎么用语音收节目。
老王刚开始还将信将疑，觉得哪有这么好的事，结果用了3天，他彻底沦陷了。以前那个第4台节目是固定的，电视台播什么他看什么，中间还插播一堆卖药、卖保健品的广告，烦不胜烦。现在呢，他对着遥控器说一句播放昨天的新闻联播，立马就出来了。想看抗战剧，说一句放亮键，一连串的版本随便他选。最重要的是，他儿子告诉他，除了每年要交一点点网络的费用，这个本来他为了用手机也打算装了。看电视这件事，真的再也不用额外掏那500块钱了。老王现在见人就说，以前那几十年交的钱，真的是交了个寂寞。您看，这就是信息差造成的。老王的故事不是个例，他每天都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里上演。那些第4台的运营商，他们有着非常庞大的销售和维修网络，他们的人天天在小区里转，但他们只会告诉您，我们的信号最稳定，我们的服务最周到，我们的套餐最划算。他们绝对不会告诉您，有一条路可以绕过他们的收费站。那么，要实现这个0元方案，具体要怎么做呢？今天就不讲那些复杂的参数，什么兆数，什么带宽，把您给绕晕了。我就用咱们能听懂的大白话，给您把步骤拆解成3步走，每一步都走得稳稳当当。这第1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，叫做铺路。这条路就是咱们家里的宽带网络。您可以把宽带想象成一条高速公路，路修得越宽，车跑得就越顺畅。咱们看电视不卡，就靠这条路。很多老年朋友会说，我家有网啊，我儿子给我装了 WiFi， 我手机聊天、看视频都行，这就对了。其实您家里这条路可能早就修好了，只是您不知道它还能让电视跑起来。如果您家里本来就已经有宽带了，那恭喜您，您已经一只脚踏进0元方案的大门了。接下来只需要确认一下，您家的路由器是不是放在离电视比较近的地方，信号好不好。如果信号一般，可能需要让子女帮忙调整一下位置，或者加一个信号增强器。这东西不贵，几十块钱，一劳永逸。如果您家里还没装宽带，那这笔账您更要算一下了。您现在每个月交500的第4台费，1年6000，如果改成宽带，现在很多运营商都有专门给老年人的优惠套餐，可能1个月100来块钱，1年才1000多，而且网速还很快。您把这笔钱省下来，交宽带的钱都有了，甚至还能剩不少。路修好了的2步就是买车，这辆车就是咱们用来接收信号的设备。您可能觉得，不就是我家里那台大彩电吗？不，现在的电视虽然是智能的，但它的大脑有时候转得没那么快。最方便的车其实是那种小小的电视盒子，比如大家经常听到的小米盒子、当贝盒子，还有移动、电信这些公司办宽带时送的 IPTV 盒子。这个盒子就是咱们连接海量免费内容的钥匙。有的老年朋友可能会担心，这玩意儿操作复杂吗？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，现在的这些盒子早就考虑到了咱们老年用户的需求。很多都配备有语音遥控器，您只要按住说话按钮，说出您想看的，比如打开中央一套，我想看戏曲频道，我想看谍战片，它自己就给您找出来了，比用遥控器按数字还简单。路修好了，车也买好了的3步，也是最精彩的一步，叫做看世界。这一步就是关于看什么和花多少钱的问题了。这就要说到咱们今天的核心，那些隐藏的0元方案到底藏在哪？它们就藏在各种正规的、免费的 APP 里。您看啊，以前咱们看电视，信号源是第4台公司给的，现在咱们的信号源变成了一个个的软件。这些软件里，有的是完全免费的，有的是需要一点点会员费，但比那500块便宜得多的。给您列举几个，您记一下，或者让子女帮您写在纸条上贴在电视旁边。第一个保障叫央视频，或者各个电视台自己的 APP， 比如芒果 TV、北京时间等等。
您只要在盒子里下载了央视频里面不仅有 CCTV 的所有频道，从1套到17套全都有，而且是高清的，实时直播的，1分钱不要。您想看新闻，想看国家大事，随时打开就行。这就像是把国家免费送给咱们的电视信号，通过互联网又接了回来。第二个保障是那些有免费内容的影视 APP。比如西瓜视频，抖音也有电视版，上面有无数的影视剧、纪录片、生活小窍门，全是免费的。就是看的时候偶尔会有一点广告，但比起第4台那些长达几分钟的电视购物广告，已经好太多了。第3个保障是那些咱们可能听说过但没敢用的收费 APP， 比如爱奇艺、腾讯视频、优酷的电视版。您可能会说，这不还是要钱吗？对，但是您得算一笔账，您交500一个月，只能看固定的节目，而且错过时间就没了。您如果买一个这些视频网站的电视会员，1年可能也就200多块钱，合下来1个月20块钱，20块钱对500块钱，您说哪个划算？而且这20块钱，您能看到什么？您能看到全网的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、纪录片，想看哪个看哪个，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，还能暂停回放，这不比那个500块钱的期货强100倍。而且您知道吗？很多 APP 还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戏曲专区、广场舞专区、健康养生专区，内容质量高，还没有那些骗人的广告。您看，咱们刚才说的这3步，铺路、买车、看世界，走下来，是不是就把那个每个月固定的500块钱给绕过去了？这就是隐藏零元方案的真相，不是真的零元，而是把被动的高额消费变成了主动的、可控的低价消费，甚至通过利用大量的免费资源，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零元。但是说了这么多好的，也得跟您提个醒，把一些坑给您指出来，免得您高高兴兴上路，结果踩了钉子。就像咱们出门走路要当心，在这个新世界里，也有几个雷区是咱们必须知道的，不然您别说省那500块，可能还得吃更大的亏。这第一种危险情况叫做贪小便宜吃大亏。有些不太正规的电视盒子或者 APP 会打着永久免费、几万个频道随便看的旗号，吸引您去安装。这些东西往往是盗版的、不合法的，里面的内容质量很差，很多都是模糊不清的，而且链接不稳定，今天能看，明天可能就看不了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这些东西里面经常藏着恶意软件或者病毒，可能会窃取您的个人信息，甚至让您的手机、电视变成别人用来攻击网络的肉鸡。咱们要省的是钱，不是要拿咱们的安全去冒险，所以建议您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买盒子，在正规的应用商店里下载 APP， 不要相信那些路边摊或者小广告上的万能盒子。第二种危险情况叫做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，这听起来有点矛盾，但您细品，很多 App 说是免费，但您一点进去，广告铺天盖地，关都关不掉，看一集电视剧，插播7、8次广告，这浪费的是您的时间和精力，消耗的是您的好心情，所以适当的付费，比如花一点点钱开通会员去广告，或者解锁更多的高清内容，在我看来是值得的。这就好比您去菜市场，免费的烂菜叶子，您拿回来也吃不了，还不如花几块钱买把新鲜水灵的。咱们追求的是高性价比，不是纯粹的免费。第3种危险情况，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，叫做别忘了家里的老伙计。有些老年朋友学会用这些新玩意之后，高兴得不得了，一整天都坐在电视前面，上午追剧，下午看电影，晚上刷短视频。咱们可得注意啊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看电视时间长了，眼睛受不了，腰也受不了。咱们是要用新科技丰富咱们的生活，但不能让它绑架咱们的生活。该出去遛弯还得出去遛弯，该和老朋友下棋聊天还得去。这个新工具是为了让咱们的生活更美好，而不是让咱们变得更宅。好了，聊了这么多，我知道
肯定还有朋友心里在打鼓。你说的倒是挺好，可我这老胳膊老腿的，眼睛也花，脑子也慢，真能学会吗？万一搞坏了怎么办？这种担心太正常了，我特别能理解。咱们这一代人苦日子过惯了，对新的东西本能的会有一种畏惧感，怕弄坏，怕被骗，怕麻烦别人。但是想跟您说，咱们要学会跟这个时代一起往前走。您当年能学会用缝纫机做衣服，能学会骑自行车，能学会怎么把一家人的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。您的学习能力其实特别强，一点都不比现在的年轻人差。只不过现在的这些新玩意包装的不太一样罢了。给您出个主意，您可以把今天这期视频，或者您把这个文章发给您的孩子，或者您邻居家那个您看着长大的大学生，大大方方的请他们帮个忙。您就跟他们说，孩子，安明叔叔阿姨说了，咱们家这电视能省不少钱，我也想学学，你能不能抽空教教我？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呢？这不仅是省钱，更是两代人之间一次很好的交流机会。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其实很想和父母长辈分享他们觉得好玩、好用的东西，只是怕咱们不愿意学，懒得教，咱们主动开口，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让他们帮您把盒子装上，把常用的 APP 下载好，把字体调到最大，把语音遥控教会您。这个过程也许只需要1个下午，但以后您每天看电视都会想起孩子帮您做的这件事，心里是不是也暖暖的？再退一步讲，就算您自己实在不想碰这些，觉得麻烦，那您也至少要知道有这么回事，您再去跟第4台的人打交道，您心里就有底了。他如果跟您说这个套餐最划算，您就可以反问一句，那我如果不用你们的线路，自己接网络看行不行？他一听就知道您是个懂行的，可能马上就会给您拿出一个更优惠的保留客户的方案。这就是知识的力量，它能保护您的钱包，让您在做任何选择的时候都站在主动的一方。最后，安明想跟所有颐养晚年的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，咱们辛苦了大半辈子，现在是时候好好犒劳自己了。省下这每月500块，一年就是6000，这笔钱可以和老伴去周边散散心，给孙辈买点礼物，或者存起来当快乐基金。这不是抠门，是生活的智慧，是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尊重。今天聊的表面是怎么省钱看电视，往深了说是怎么在这个快速变化的世界里保持主动权，不被套路。咱们的大脑要越用越灵，生活也要越过越明白。安明在颐养晚年会一直陪着大家，把藏在生活角落里的小秘密和大智慧揪出来，一起守护咱们的钱袋子，也守护晚年的幸福与尊严。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有帮助，请您动动手指点个赞，或者转发给身边还在稀里糊涂交钱的亲戚朋友。也许您的一次转发就能让他们一年省下好几千块，他们会打心底感谢您。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聊聊，您家现在怎么看电视？试过新方法吗？有什么困难或省钱妙招？咱们几十万老朋友一起取经，日子越过越热闹，越过越明白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我是安明，在颐养晚年陪您把生活过得明明白白，健健康康，快快乐乐。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